coffee in hand, a smile on my face, lost in the rhythm, finding my pace. Books on the table, a cozy space. 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beautiful day.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来马来西亚总要到槟城看看，终于这次旅途有机会来到槟城，一走到出口处就能看到一个大大的 Tex 黄色小屋，和工作人员说要去的地方，他会给你一张黄色的小票，车费是直接给司机的。根据之前我在吉隆坡机场的经验，一出机场就会有 Tex 的柜台可以打车，但是到了酒店后，我发现我错了。那时候我不知道有 Grab 的软件才这么操作，现在知道了就应该叫 Grab， 而且还便宜。这里打车会比 Grab 贵一点，好处就是员工开单后可以直接上车走，根本不用等车来。我们很快就到达了酒店，一眼就看到在酒店对面就是蓝屋了，直接过马路就到，不走斑马线会近很多，几乎直线距离。我发现在马来西亚很难找到人行道，或者说人行道的道路非常窄，所以过马路还是要注意左右来车。放好行李后已经到傍晚时分，我们打算周围走走。酒店就在槟城的旧城区，这里是最繁华的地方。听司机说乔治市是单行车道，坐车都是要绕路的。也问过司机槟城有什么好吃的地方，司机介绍了一家叫大树下的餐厅。趁着夜色，我们行走在槟城的街头，沿着导航走上我们晚餐的目的地大树下海鲜餐厅。我一直觉得旅行不一定是要打卡式的，旅行可以有目的的去游玩，但不要打卡式游玩。旅行本来就是一件放松的事情，跟着自己的节奏去体验别人活腻了的城市，融入当地的生活才叫旅行。行走在这小巷之中，体验人间烟火，游览千山万水，享受不同人生，这才是旅行的意义。漫步在这城市之中，也不要去为了找壁画打卡而走走，这样当你发现一幅壁画的时候，你才会有一种惊喜感，遇见便是一分惊喜，没有遇见也没关系。从酒店出发，跟着导航就走到了一个热门的小巷，叫爱情巷，或许因为名字而出名，我不知道。墙上挂着巷子的介绍，在旁边就是一个教堂，圣乔治教堂，建于1818年，2007年被马来西亚政府列为国家50大宝藏之一。小巷的尽头就是酒吧，街边两边开满了酒吧，还有人在店里唱着歌。在前往饭店的路上，偶然间遇到了在小红书推荐的手信店冰岛之恋，店主是一位画家，他把自己的画印刷成各种明信片和其他手信物品。虽然他是亚洲人的面孔，但不会讲中文。店里面还有免费的印章可以盖，可以随意盖在你买的明信片上，一张明信片马币5派，它也有邮寄服务，马币12一张。第二天上午，我们根据预约的时间前来参观蓝屋张毕氏故居。这里既是故居，也是一家酒店，府邸内有38个房间，也是当地的5星级酒店。为避免排队，我是提前3天在官网预订。输入网址，打开网站，选择的 Blue Mansions Daily Tour， 再次点选择，网页跳转会显示当天的购票情况，一天2场，上午11点和下午3点30，同时显示了每场剩余的人数，每场限是35人，门票成人马币25每人，儿童马币12.5。加入购物车，跳转到付款页面。订票的时候需要输入一个邮箱地址，邮箱用来收电子门票的。填写你的名字，填写好英文名，你的联系电话，确认好后点击付款。有链接可以转发到微信付款、支付宝付款。我们到了参观时间，给门口的保安看了一眼门票，他给了我们一人一张蓝屋图标的贴纸，也没有扫码，就让我们进去到大厅里等候了。我们选了早上11点那场，
10点45就要到门口，门票上说参观的时间45分钟。英文解说员是华人女性，实际上解说员很负责，讲解得非常详细。整个参观时间2个小时左右，当然包括了游客提问时间。最后是到礼品店，有很多特色礼物。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从这个宅院的客厅开始了解这个宅院的主人张弼士的人生故事和宅院的建筑风格。这是一座以中西合并为建筑风格的建筑典藏。张弼士，一位来自广东梅州的客家商人，年轻的时候下南洋来到了槟城，从白手起家到富甲一方，全盛时期资产高达80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大清朝一年国库的总收入，同时也是百年张裕创红酒的创始人。这座府邸建于1897年，实际上是给他第7任老婆居住的，后期经过专业人士的修复后才再次对外开放。我们穿过客厅的隔门，首先踏入的是敞亮的天井。天井在那个时期也有储水的作用，讲解员提到天井在风水上有重要的作用，大意是气不能直冲厅堂而去，并且天井也做到了很好的排水作用。2楼主要就是就寝的房间，当然在2楼还有一家餐厅，当时去的时候并没有开门，听说是预约制的。在南屋的门口有一家 Melingo， 解说员说这家店的那棵树是芒果树。餐厅有全日餐，也有早餐，量大也有先礼，9点多去吃，直到晚上才有2感。餐厅还有其他的甜品和餐食。在槟城旅行期间，餐厅中喝到的鲜榨果汁，对比后这家是不错的，不加水不加糖，可以喝到原本橙汁的味道。还有一家在CLO 酒店1楼的 Plancon。 趁着天晴，我们赶忙出发前往巴都丁仪海滩，希望可以看到日落。巴都丁仪海滩是观看日落的圣地，从邦弼士故居出发，路途随处可见路边的挡板被用作涂鸦，遇到的是华人司机，一路介绍着槟城的历史。原来他也做导游这份工作，他们有培训去了解槟城的历史，从郑和下西洋到满清，包括2战期间，这一条时间线都能够侃侃而谈。行车半小时后，我们来到巴都丁仪海滩，在这里最出名的是海边的 Bra Bra 酒吧。下午5点多就到达，沿着路边的商铺一直走进去，看到白色交椅就是 Bra Bra 的了。我们选择了一个树荫下的桌椅，此时的阳光还很充足，云层有点多。我们坐下来点了一杯饮料和一份晚餐，一边等待日落一边吃晚餐。去得早，几乎所有的位置都可以选择，我们选了靠近主路的白色交椅那边，后来才发现大半个沙滩都是这种白色的椅子。Bra Bra 除了沙滩的位置，还有草棚里的室内位，但来到这边当然都是为了看日落的。我们有看到点餐二维码纸上写着要求2小时内吃完，人多的话需要离开，1小时后服务员过来结账，但和我们说我们可以继续坐着观赏日落。我顺便问了他 Fire Show 几点开始，答复是晚上8、9点。听到这个时间有些遗憾。后来我走到海边看海浪，发现海水完全黑的，随着太阳的降落，光线越来越暗，海水也就越来越黑。怎么会有人还下水和玩沙啊？被海水接触过的沙子都黑黑的。后来也是听另一位司机大哥说，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与印度尼西亚形成了一个内海，海水流动区域比较窄，而那边也有工业区，污水就很难排向大海。看完海回到座位，那位服务员又过来了，同一人我怀疑他在等我看完海，他特地告诉我 Fire Show ready come in， 时间也已经到了7点，于是决定再等一等。天色暗了下来，也没有等到绝美的日落，不过能提前观看到烟火表演也是一种幸运。我们看了一场就回酒店了。第2天，我们决定前往槟城蝴蝶公园，也叫崇明大地。这里是东南亚最大的蝴蝶公园之一，展示了各种各样的五彩斑斓的蝴蝶和昆虫，你可以近距离的观赏蝴蝶，它们会轻盈地飞舞起来。
在你的身边绕来绕去，仿佛在与你互动。蝴蝶园内模拟真实的生态环境，蝴蝶在这巨大的室内自由自在地飞翔。顺着参观的指示牌，我们来到展馆的2楼。这里详细介绍了蝴蝶是如何成长的。看着展馆的介绍，这里曾经还接待过中国的总理，全球的环保组织也对这里的努力表示赞赏。除了蝴蝶，公园里还有一些稀有的昆虫展览，特别适合家庭游客和孩子们来参观，既可以亲近大自然，也能增长不少知识。在蝴蝶公园的旁边有一个小众的景点——冰城国家公园。我们选择租了一艘快艇，沿着国家公园的海岸线前往海龟岛。坐着快艇欣赏着这奇特的海岸风光，一块块形状酷似海龟的巨大岩石，沿着海岸就像一群海龟家族在瞭望大海，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岛上，我们有幸看到了一只海龟，不幸的是，这只海龟腹部受伤了，正在接受治疗，工作人员正在细心照料它。等到它康复后，就会让它重回大海。希望它能安心养病，早日康复，重回大海。我们应该有责任去保护这些美丽的生物，它们是海洋的守护者。到逛海边怎么能少得了爬山呢？我们决定登上冰城山 Plang Hill。 冰城山也叫升旗山，已经成为当地人和游客最喜爱的日落观赏点之一。当然，看日出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们早早起床，错开人群的高峰期，一大早就打车前往冰城山。我们选择乘坐拥有100年历史的缆车，这个缆车经过多次的升级改造，现在已经像是一个现代化的车厢。缆车缓缓上升，眼前的景色在不断的变化，仿佛置身于电影中的奇幻世界。乘坐缆车抵达山顶后，意外地让我遇到了可爱的玉乌叶猴。这种种类的猴子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缅甸和泰国。它们动作灵敏地抓着树枝，专注地吃着它们面前的树叶，样子看起来真的是太猛了。山顶的空气清新。到了观景平台，整个冰城市区的风景一览无余。冰城的旅程虽然短暂，但它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历史文化深深吸引了我。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有它的故事，等着我们去探寻。如果你有机会，一定要来亲身体验这座城市的美妙，一起欣赏小火车的视角吧。